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，同大家睇個大陸嘅奇聞啊。呢個奇聞呢，就話有個54歲嘅男人就住咗喺橋洞15年啊，即係橋下邊嘅窿啊。佢點解要住喺嗰度呢？原來就係為咗研究彩票。佢聲稱自己呢係可以賺到800億咁犀利喎。咁到底係咩事呢？點解可以賺到錢，仲要住喺橋底呢？咁喺2008年，四川一個民政局嘅前邊啦，有個中年男人就對同佢離婚嘅老婆大聲鬧啊，就話啦：等我研究到彩票嘅中獎規律，我賺夠800億嘅話，會有錢過李嘉誠啊！到時你唔好後悔啊！咁路過嘅人呢，都係當個傻佬啦。佢老婆就話：好，我等你超過李嘉誠啊，好好地同你啲彩票夢過日子啦。個女人走咗之後呢，個男人又開始自言自語，就話自己好快就會成功啊！咁點解會咁樣呢？原來成件事嘅起因啊，就係因為佢夢見一組嘅彩票號碼，但係因為呢買呢個彩票號碼要100蚊，佢覺得貴啊，個男人就錯失咗大獎啦。咁呢個就係事情嘅起因啊！而呢個男人呢，就叫黃成洲，就喺四川出世嘅，同好多普通農民一樣啊。佢一開始就靠住耕田咁樣過生活，日子呢都覺得麻麻地，但係咁嘅生活日復一日啊，令到佢覺得非常之不滿啊。於是乎呢，佢係有想去大城市打工嘅念頭啦。喺咁樣嘅諗法驅使之下，黃成洲最終呢就坐上咗去上海嘅火車啦。而啱啱嚟到呢個大城市呢，佢立志要出人頭地過自己想要嘅生活，但係由於冇乜點讀書啦，亦都冇乜學歷啊，只能夠去建築工地度打工，每日做嘅都係一啲體力勞動，唔單止非常之辛苦啦，每個月啊忙生忙死啊，賺唔到啲乜嘢錢啊，令到佢覺得好崩潰。後來黃成洲就想改變自己嘅現況，佢改變咗個諗法，決定去走上層路線啊。咁嗰陣時呢，黃成洲係主動同啲領導係想扮熟啦，逢年過節都送禮俾領導。過冇幾耐啦，領導睇中咗佢，等佢做小組長。黃成洲覺得呢招好用喎，好似嚟緊會有好日子咁喎，於是乎反覆用呢招啦。幾年之後成為咗包工頭啊，估佢唔到咧。咁黃成洲當時咧都算係做得嘢嘅人啦，知道點樣令自己嘅事業更上一層樓，而之後佢亦都係收集咗一批外省嘅人啦，組建咗一支嘅施工隊，喺上海大大小小嘅建築工地遊走。幾年時間佢賺好多錢啦，成個成功人士咁嘅款啊！但係後來佢做咗一個決定，呢個決定令到佢命運發生改變啦。雖然賺咗唔少錢啊，但係佢知道自己唔能夠一直喺上海生活啦。咁雖然佢同喺鄉下耕田嘅人比，佢算係有錢，但係啦，喺上海呢啲咁國際化嘅大城市嚟講，佢手入邊嘅錢呢唔算得上好多。慢慢佢係有一種諗法，想返鄉下發展喎，就係咁樣啊。黃成洲就解散咗自己嘅施工隊，攞住自己做嘢賺落嚟咁多年嘅錢，就去到重慶啦。佢計劃自己創業做老闆，唔再過以前咁樣嘅生活。但係由於自己人生路不熟，又冇投資創業嘅經驗啊，好快就輸晒自己所有嘅積蓄啊，蝕到1蚊都冇啊，可以講得上係一夜回到解放前啊。佢一下子呢就翻到去自己當年第一日去到上海嘅情況咁啦。但值得一提嘅係，佢心態好樂觀啊，佢相信自己仍然係有東山再起嘅機會，而且佢而家都唔係一個人啊，因為呢幾年佢係娶咗老婆嘅，個老婆亦都係通情達理啦，就冇因為佢投資失敗離開佢，相反呢就陪住佢一齊渡過難關啊。兩個人一齊去到建築工地打工，個日子都算過得幾幸福嘅。冇幾耐啦，佢老婆同佢生個女，一家三口過得好開心。但係上天好似同佢開咗個玩笑咁啊，發生咗一件事，呢個男人一夜之間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啊，就係發咗一個夢啊。到底係啲乜嘢夢呢？喺2004年嘅一晚，黃成洲做咗個奇怪嘅夢。
呢個夢入邊，佢聽到有人嗌佢個名之後，俾咗一串奇怪嘅數字佢。就算去到第二日呢，黃成洲都好奇怪咁樣記住呢一組數字。於是乎食早餐嘅時候，佢同老婆講起啦。個老婆就話：你太攰啦，瞓懵咗啊！佢老婆就冇當呢件事係啲乜嘢好特別嘅嘢啦，只係認為自己老公平時做嘢做得太攰啊。雖然個老婆就冇太在意啦，但黃成洲就一直諗緊呢個夢。就算去到建築工地做嘢嘅時候，佢都喺度諗呢一組數字到底係啲乜嘢意思呢？夢入邊叫我個名嘅又係邊個呢？收工嘅時候，黃成洲又諗緊呢件事，行下行下見到一間彩票行啦。呢個時候佢諗啦，有冇可能呢串數字就係彩票嘅中獎號碼呢？咁嘅諗法之下，佢行咗入彩票行嘅大門，同老闆問起上嚟啦。老闆同佢講啊，你要呢組數字啊，100蚊啦。面對黃成洲嘅詢問，老闆就咁樣答啦。竟然咁貴喎，辛辛苦苦做成日嘢先得百幾蚊。聽到老闆嘅報價，黃成洲就打退堂鼓啦，因為呢啲呢，只不過係個夢嚟啫嘛，佢選擇放棄。但係去到第二日啦，佢再次路過彩票行嘅時候，就發生咗件事，令到佢唔敢相信啊！原來電視機上邊就播住開獎嘅畫面，啲數字一個一個跳出嚟啊！竟然同佢前一日夢入邊中嘅數字完全一樣啊！嗰組數字啊，竟然呢係一個中獎號碼喎！睇到呢一幕，黃成洲呢好後悔啊，自己慳100，竟然呢就同呢個過百萬嘅大獎擦身而過啊！本來就係一鋪翻本噶嘛，但係黃成洲啊諗咗諗，雖然冇中獎啫，但係調翻轉頭啊，佢可能呢就同神仙係有一種交流嘅方式啊，所以先至會做呢個咁嘅夢啊，因為佢係俾神仙眷顧。專門特登話佢聽中獎號碼係啲乜嘢，諗到呢度，佢即時成個人好興奮啊！佢認為雖然今次冇中獎，但係有神仙嘅幫助，中獎遲早嘅事啊！相信不久嘅未來呢，一定可以一夜致富。咁而家最緊要嘅就係要再次得到神仙嘅幫助啦，就係咁。之後好長時間，黃成洲都冇再做嘢，每日呢就係飲醉，然後希望可以好似嗰一日咁，神仙報夢俾佢，話佢聽中大獎嘅數字。但係過咗1個月，神仙都冇再去佢夢入邊啦。但係佢生活呢就亮起紅燈啊！而見到自己嘅老公對一夜暴富呢件事接近瘋狂，黃成洲個老婆都好嬲啊！睇到老公唔係飲酒啊瞓覺，就同佢嘈咗一餐啦。嗱，咁樣嘈完呢係有多少效果嘅？黃成洲都意識到咁樣飲法唔係長久嘅方法嚟㗎，於是乎戒酒。佢老婆就以為自己個老公終於恢復正常嘅時候，黃成洲之後做嘅嘢啊，係令佢徹底絕望啊！點解呢？因為佢意識到神仙唔會幫自己啦。佢諗咗個新嘅辦法啦。原來佢認為自己夢到號碼係因為財運好，咁樣佢而家就將注意力轉移去到研究彩票規律上邊，一定會事半功倍。就係咁樣，佢開始研究彩票中獎嘅規律啦。呢個時候佢仍然係堅定相信自己會中大獎，甚至乎係為自己嘅中獎制定計劃啊。喺佢計劃入邊啊，3個月就可以中一次1等獎啊。但係啦，幻想係美麗啊，現實係殘酷啊。就算佢一直按照自己研究嘅規律去買彩票，但係其實佢一次都冇中過。然後佢係泥足深陷，將屋企全部嘅錢攞晒嚟買彩票啊，過得越嚟越窮啊，甚至乎有一次做嘢嘅時候，因為諗住彩票，黃成洲唔小心係撲咗落嚟，然後變咗殘廢啊。工地老闆就賠咗5萬蚊俾佢，個老婆希望可以做啲小生意啦，但係佢將呢5萬蚊攞晒嚟買彩票，結果只係中到幾百蚊。黃成洲成個人好似黐咗線一樣啊！個老婆點解
佢點求佢呢？佢都淨係諗住啲彩票，慢慢佢老婆對佢越嚟越失望啊，就提出離婚嘅要求啦。點知黃成洲呢個時候好似中邪咁啊，唔單止同意離婚，亦都係講咗頭先嘅說話，話自己中咗獎，你唔好後悔啊。後來個老婆只能夠帶住個小朋友離開呢個男人啦。個父母見佢冥頑不靈啊，於是乎同佢亦都係斷絕咗關係。但係佢又同老豆老母講啦，話自己只要中獎就一定會翻去孝順佢哋啊。咁幾年時間好快就過咗啦。黃成洲到底有冇中獎呢？咁結果佢都係一次大獎都冇中過噶。原本已經窮噶啦，個家底都俾佢敗晒啦，甚至樓都租唔起，只能夠搬到去天橋底。朝早啊執垃圾，夜晚啊繼續研究彩票，就喺度發緊一夜暴富嘅夢。唔單止咁啊，黃成洲呢仲將自己咁多年對彩票嘅研究寫咗本書啊。記者採訪嘅時候啊，佢同記者講：1000蚊就賣俾你，你用我本書一定可以贏到大獎噶。佢同自己定咗個小目標，就係賣1億本嘅秘笈出去。出版社只要一本俾800蚊嘅稿費佢就可以啦。咁呢度呢，就係佢一開始講嗰條數800億啊，但係有乜可能可以賣得到啊？咁嚟到呢度啊，黃成洲應該都係冇得救噶啦，唔想做嘢就想靠買彩票一夜致富，最終呢，就只係一場空啊！由判頭到流浪漢，由年輕力壯去到年近60歲，佢嘅人生都可以講得上係俾彩票夢毀咗啦。如果佢當時返上海東山再起啊，可能而家嘅生活已經完全唔同晒啦。呢個世界邊有不勞而獲噶？你發夢中過一次，唔代表你永遠發夢都可以攞到呢啲 number 噶嘛。好啦，咁今集呢，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。大家有咩想講，下邊留個言啦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